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， 今天又要来分享好吃的台式小吃糯米肠。不只单吃好吃哦，搭配了台式香肠就是好吃的大肠包小肠啦。这么经典的台式小吃一定要来给它做一次，而且今天分享的可是阿嬷的独门配方哦。重点学会了之后，不管你是要用肠衣来灌还是要用传统的大肠来灌，通通都没问题。你以为糯米肠很难对吧？其实它一点都不难，就是把炒香的糯米饭塞进大肠里面的概念。我知道你现在心中充满了好奇，请继续看下去，到底油饭要怎么塞进大肠当中？不啰嗦，立马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萤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买不到猪大肠的朋友可以运用肠衣，就是灌香肠的肠衣。这个干燥的肠衣网络蛮好买的，大家就搜寻一下。但是想要有阿嬷的勾扎鼻，强烈建议还是买一下猪大肠。住在台湾的朋友应该都很好买哦，直接请猪肉摊贩的老板帮你留一副大肠就好。大肠呢，买回来的时候有一层黏液哦，而且有腥味，我们要先把它前处理一下。这4样食材呢，是很好去除猪大肠腥味跟黏液的材料。第一个是几支剩下来的柠檬皮，直接用柠檬太奢侈了，把柠檬汁给喝掉。我每天都喝柠檬水哦，所以很多的柠檬皮，有柠檬皮的可以跟我一样利用一下。柠檬的清香让去腥的效果非常好，没有柠檬的没关系，直接用白醋。白醋很适合拿来做食材的清洁用，去腥，一样也可以去除黏液哦。另外是面粉或是淀粉，甚至是米粉，因为带点颗粒哦，很好清洗。其实家里不难找到过期或是快过期的，拿来消耗一下刚好很适合。主要就是利用谷物淀粉的颗粒来摩擦清洗，没有淀粉面粉的可以改用粗盐、海盐或是一般的普通食盐，主要也是因为颗粒感好清洗摩擦。这4样不用全加哦，你就意思意思选个2样就可以，反正我都准备好了就全加了，就直接搓洗这个黏液。其实据我了解哦，现在很多的肉饭都会帮你处理哦，就是直接买一整副的大肠，它已经直接处理好了，处理好了就方便很多了。其实搓洗干净之后再冲清水就好了，但是因为本人比较洁癖龟毛一点，我会把肠子的内部整个再翻出来哦，再洗一下，然后有多余的脂肪哦，我习惯顺便拔除，因为觉得肠子内部的脂肪比较腥一点。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有人喜欢油脂高一点哦，你就不用拔除，就有点像是你在吃黑白切的大肠哦，吃到大肠内部有一些油脂哦，还是挺香挺好吃的。要不要把油脂完全去除，就完全看自己哦。记得最后再清水冲洗干净，然后把肠子翻正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翻出来跟翻正面的过程哦，就很像这个脱丝袜一样，就是把它翻正就好，真的没什么技巧，就是要有点耐心。就把大肠全部再翻回正面，接着就是清水彻底的冲洗干净。因为太长的大肠呢等等比较不好灌，所以呢这么长的肠子我们还是分割一下，就把它剪成喜欢的长度。我觉得每一段大概40-50公分会比较好灌。接着来备其他的料，想自己煸炒可以用新鲜的红葱头，如果懒得煸炒红葱头的步骤可以直接买市售现成的油葱酥。红葱头通常外皮呢比较老要拔除，然后根部也去除。刚刚讲过，懒得自己爆炒就是买市售现成的鹅油葱酥或是鸡油葱酥，效果都很好，而且很香很好吃哦。然后也可以省去煸炒的过程，这个现在都很好买。另外是糯米的部分哦，之前说过咸食多半用长糯米，但是你要用圆糯米也没问题，甚至怕胀气的朋友可以加一点点白米。不管是哪一种米，就是要泡水。如果你是一般普通的浸泡方式要至少泡4到5个小时，米才可以吸饱水。那我拍片赶时间，通常会选择用真空的方式。真空方式呢，浸泡时间可以缩短，大概只需要40分钟就可以吸饱水咯。家里有真空设备的，不妨使用真空的工具来缩短浸泡的时间。今天灌米肠刚好要使用到绞肉机，一机多用，当然要顺便处理一下其他的食材啦。先来绞猪的肥绞肉刚好猪皮不是很厚，我连五花肉的猪皮也一起绞一点，然后其他的食材也一起绞一下，像是红葱头，等一下来 cam 汤。
意外的发现用绞肉机来处理这些食材超级方便。然后有人可能会问口感会不会不好，我实测了几次哦，家人都吃不出来，都觉得一样好吃，所以表示用绞肉机来处理食材哦，食材口感并不会被破坏。香菇处理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继续处理虾米。看绞肉机处理食材超级疗愈。这几样食材快速备料完成，分量我有多搅一些哦，大家就取我给的材料配方的分量哦。要准备下锅给他们炝胖一点。我们先热锅爆香猪绞肉，因为选用比较肥一点的五花绞肉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油脂给先煸出来，用煸出来的猪油来炒香其他的材料。如果不想用肥绞肉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用猪油哦。接着再加入红葱头碎的部分，火力中大火，把它们煸炒到微微的金黄上色，香气四溢。如果你是用现成油葱酥的话呢，就是最后再下。接着香菇丁还有虾米碎哦，也是煸炒一下，就是把所有的材料炒香爆香一下。爆香的步骤火力绝对不要太小哦，如果觉得油不够的话，可以再补些油哦。炒到微微的金黄上色，整个香气都出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加入浸泡完成沥干水分的米，先稍微的拌炒一下，一样保持中偏大的火。稍微翻拌之后，就加入所有的调味料，不用特别管先后顺序哦，就全部加进去。最后加入米酒，然后全部的材料翻拌均匀，没有要炒到熟哦，就是稍微拌匀一下就好。差不多匀了之后呢，就关火放凉，稍微的放温凉之后，就可以准备来灌米肠了。绞肉机换上灌香肠的头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大肠给套上去，很轻松哦。绞肉机一机多用，不只可以拿来搅碎食材，最主要是可以拿来灌香肠、米肠、腊肠哦。喜欢手工自制这些肉肠的，很推荐绞肉机。每一段的大肠呢，尾端记得可以绑一条棉线，或是用束带。像影片这个就是细胶质的束带，无毒耐高温，蛮好使用的。大家也可以使用一般的棉线就可以。也有人说这个口不用束哦，直接把头的部分呢用热水烫一下。我等等会示范不一样的方法，就直接把炒好的糯米馅料加入绞肉机当中，直接来灌米肠。这个原理就很像在灌香肠，把糯米灌到大肠里面就对了。如果用的是肠衣哦，也是相同的方法。记得边灌要边调整糯米的量，大概就是6-7分满就好了，千万不要很满哦，因为米饭呢还会吸水膨胀，如果灌太满了，等等吸水之后会爆肠哦。所以切记，糯米呢只要填到6-7分满就好。就是边加糯米，然后边压，另外一手就是调整糯米的分量。每一段大肠灌好了之后呢，要调整一下分量，大概就只要这样扁扁的就好，大概就是6-7分满。刚才说过煮了以后会爆哦，千万不要过饱。像现在这一条呢，如果太饱了，我们就要把它调整哦，多的呢要把它挤出来。然后等等这个肠子的外表记得要用牙签戳洞哦，煮的时候呢才不容易爆破。因为看到有人分享说可以不用束带也不用棉线哦，所以我有几条是没有绑的，等等就可以给大家看哦，有绑跟没绑的差别。然后觉得太多的饭呢可以再挤出来。没有绑棉线的他们是说要烫一下哦，就是让它用滚水烫一下收口，但说实话我觉得比较起来还是绑线的效果最好。等等大家可以看一下两种成品的不同。为了造型好看完全不露馅，建议大家还是两头绑一下棉线或是束带，因为最终结果绑了还是比较满意一点。传统的阿嬷或是妈妈哦，会利用漏斗或是保特瓶的口哦，加上筷子搓搓搓，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太辛苦了，你们真的太厉害了。我承认这个方法灌起来真的是就忝耶，我还是乖乖的用绞肉机，好灌很多。灌好之后呢，就要准备来水煮咯。这批是没有束带绑棉线的，等等给大家看一下成品的差异。表面可以用牙签或是针哦戳几个洞，这样水煮的过程才不容易爆肠。接着我们加入盖过米肠的冷水，先中大火加热到滚沸，大滚之后呢，改小小火，
慢煮40到50分钟。这个过程呢，也可以用电锅来蒸哦，一样是蒸40到50分钟，然后可以焖个10分钟。我们今天就示范水煮的方式，大滚之后呢，就改小小火。慢煮的过程呢，可以盖上锅盖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没有漱口的，没有绑棉线的，还是会有爆米的状况发生哦。所以爱注意，小撇步还是绑一下。时间到后焖个10来分钟，就可以取出糯米肠。稍微的放凉一下哦，比较好切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放凉的过程，因为接触到空气氧化之后呢，表面颜色会比较稠一点，但是稠一点不要紧，不影响美味程度哦，还是一样很好吃啦。稍微放凉之后就可以切片咯。如果多做一些哦，甚至可以冷藏。如果是密封好冷冻保存哦，大概2-3个月都不是问题。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新鲜做新鲜吃最好吃啦。我自己很喜欢切片了以后呢，干煎一下外表，或是用气炸锅气炸一下哦，超好吃。有没有吃过盐酥鸡摊的炸糯米肠？就是那种粉香粉好吃啦，真的不骗你，满满的阿嬷勾扎米耶，现做现煎最好吃。然后一定要搭上香菜。另外，怎么可以错过大肠包小肠呢？这个是我自制的高粱酒香肠哦。有兴趣香肠食谱的留言加1咯。自制糯米肠，等你交作业咯。DIY 蒜蓉酱油膏的影片，大家就搜寻一下频道。Searching for something that ain't lost. Have we got our lines crossed?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Weren't broken, misunderstandings and words unspoken. We fall apart, and I won't dare to say, do you feel the same